眼看着白菜价，却无人问津。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寒冬，专家警告称，现有的中国过剩房源需要5至10年时间才能消化干净。这一消息无疑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次当头棒喝。当泡沫破灭，残骸往往最终埋葬一切希望。近日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惨况正在以生动的方式演绎着这句话。数据惊人，场景凄凉，多少人心中那座梦中的温暖小窝，似乎离中国人更远了。别说普通老百姓，就是那些口口声声买房是刚需的专家，如今也变得语塞。一时间，对房地产前景的悲观情绪弥漫开来，让人几乎窒息。中国人该如何面对？房子究竟会廉价到什么程度？过剩的库存需要多少年才能消化？这场看似自然的灾难，其根源在哪里？让我们从数据说起吧。房价暴跌，卖不出的白菜房堆积如山。曾几何时，买房子在中国是门好生意，房价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上升方向。然而，如今这一美好愿景已成泡影。在中国，房地产开发商债务问题引发房地产泡沫破灭，住宅市场陷入低迷。据统计，2023年中国住宅销售面积同比暴跌40%，仅为2021年高峰期的60%。与此同时，持续建设导致新房源不断增加，结果就是供过于求，大量卖不出去的白菜房在市场上堆积如山。以深陷危机的四川省为例，一位房地产销售人员表示，他们的110平方米公寓价格已腰斩，还在不断砍价促销。辽宁沈阳一套房报价每平米8300元人民币，且每平米减价3000元。在全国范围内，几乎所有城市的房价都在走低。中国网民把这种量大面广的房价下跌称为量价急跌，2/3新房无人问津。2022年，中国共售出各类商品房面积13.6亿平方米，这相当于1.36亿套100平米的标准户型住房。换句话说，去年一整年房地产市场上的交易量仅仅能满足4200万人的刚需，不到中国人口的1/3。事实上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2年中国初婚人数为1051.76万，满打满算，就是所有的新婚夫妻都奔向房地产市场，也只能消化去年销售房屋总量的一半。可想而知，剩下近70%的房子根本无人问津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这13.6亿平方米的销售面积还比2021年整整萎缩了20%，也就是说，涉足房地产市场的购房者正在以惊人速度消失，供需关系正在迅速恶化。与微不足道的购房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房地产市场上大量堆积如山的库存。以2023年年初的数据为例，中国商品住宅的可销售面积已高达约50亿平方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假设一户3口家庭使用100平米房屋，那么目前房地产市场上的闲置面积足以容纳5000万个中国家庭，亦或1.5亿人整整住上1年。用一个直观的比较，过去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新增的库存量，相当于同时建设3个城市群，北上广。更令专家忧心忡忡的是，这仅仅是市场上现有的空房数量，加上正在开发建设中的新房源，中国的房地产库存还将继续快速膨胀。消化过剩房源需5至10年时间。面对山一般的房屋库存，专家判断，中国房地产市场仅仅消化现有库存，至少还需要5至10年时间。而过剩房源的总量要到2030年甚至更久才能返至正常水平。这意味着，在可预见的10多年里，中国的房屋供给将持续严重过剩，开发商和广大购房者面临的窘境也将长期难以缓解。那么，在大量闲置房无法消化的背后，又隐藏着什么结构性问题呢？当前，
至少有3大根本性因素在制约房地产市场恢复元气。第一，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萎缩。随着两孩政策全面放开，中国的生育率正在下降，许多年轻人也推迟或放弃生育计划。这意味着中国刚需人群的规模在可见的10年内都将持续缩水。房子卖给谁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十分明了。第二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近尾声，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城的时代已经结束，拆迁房和农民公房的辉煌岁月一去不复返了。这同样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稳定买力正在枯竭。第三，在人口和城镇化红利趋于消失的背景下，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乏力，对改善型住房的购买力也在下滑。在吃土成为笑话的今天，谁还有心思换更大的房子？在此背景下，中国各地的房价已经开始全面下行，以2线及以下城市为最严重，部分房源价格腰斩式下滑已成市场常态。这与仅半年前各地政府极力保价形成鲜明反差。业内人士预测，2023年中国房价还将继续走低10%左右。到2024年，许多3、4线城市的房价可能会比峰值下跌30%以上。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将陷入负资产状态，他们欠下的房贷远远超过所购房产的实际价值。面对巨额亏损，开发商和购房者的情绪已经由恐慌转为绝望。蓦然回首，大家才意识到，原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如此脆弱的经济泡沫之中。这个泡沫一旦破灭，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。专家指出，中国现有的房地产过剩问题严重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态势可能会持续很多年。现有的过剩库存清理就需要约2年时间。考虑到持续建设中的新房项目，消化全部库存可能要到2030年甚至2035年以后才能完全消化。这意味着未来房价难以反弹，楼市低迷的状态可能将持续上10年。在市场低迷期，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。由于需求减弱，越来越多的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面临难以销售的处境，空置率明显提高。一些开发商和房主选择将房屋闲置不售，等待市场回暖。同时，部分在建项目因资金链问题被迫停工，形成烂尾楼。在市场低迷期，中国各地空置房屋率提升，烂尾楼增加也将成常态。如此长时间的低迷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深远影响，相关行业将难以摆脱衰退的阴影。许多年轻人也将面临就业岗位减少、薪资增长乏力的窘境，这势必影响内需，进而拖累经济整体发展。